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欢迎来到黎春正。扫地僧，请看他对小山桃和张艺兴说了什么。扫地僧者，原为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的神秘人物，在少林寺栖身，以洒扫庭院为己任，武功深不可测，可轻松收服萧远山和慕容博，且智慧超卓，以真化境，为该部武侠经典中绝对No.1的高手。其实最初我本不想用扫地僧来形容王一博，感觉这二人无论形象和气质方方面面都相去甚远，但看到扫地僧在现代社会里已成为具有极高技艺却深藏不露的人的代名词的时候，我的心被打动了，遂决定将其像赠送博士头衔一样赠予王一博，且在前面关上最帅二字，以示一丢丢的区别，以减少扫地僧三字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气。所以本篇文章探讨的就是王一博缘何成为内娱最帅扫地僧。想要深度挖掘内中情由，还真就不太难，因为王一博本尊就身体力行，对此做出了最形象直观的解释。就在他邀请小山桃入住一波王炸，他送完那几个极具诱惑力的桃子之后说，我看了你几次作品，然后发现你擅长很多，也非常有能量，我现在非常需要编舞师，非常棒。我也知道我现在战队的情况很不好，但请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编舞环境，让编舞师有更多的话语权在里面，请相信我。当火锅局又开涮，在一片香气缭绕的和谐氛围里，王一博回应比赛会否紧张时，张口就是因为我跟那个艺兴哥分数咬得特别紧，有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输，就那个时候很紧张，所以说他这一轮输了就放下一口气，而到庚哥和宪华队长就比较轻松。当然类似的情况简直不胜枚举，像那著名的你不是人吗？我不幽默呀，那不是太浪费了吗？你家里人没有嫌你烦吗？女生难道没有一个讲道理的吗？我要告导演。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档军事节目，是关于狙击手的。为了一个狙杀的目标，他在森林里蛰伏了3天，烈日、暴晒、黑夜、寒冷、干渴、困倦、疲惫、饥饿、虫咬、孤独、危险、紧张、周旋，他一个人都默默地抗了下来，最后抓住仅有3秒的战机，一枪毙敌。记者问他，当时他怎样克服那么多常人难以企及的困难，而取得成功呢？这句话一出，连坐在屏幕前的我都竖起耳朵，生怕遗漏了一点重要信息。可是这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神枪手只淡淡的回应了一句，因为我的眼里只有敌人，我的眼里只有敌人。这就可以完美的解释王一博成功的秘诀，专注于自己的目标，而忽略掉其余。他把自己打造成一颗子弹，向着目标疾驰，全然不会顾及路旁的风景或者掠过耳畔的烈风，甚或嘲笑以及打压。这样他将自己的奔赴理想的力量最大化，不会为与目的地无干的浪费哪怕一丁点气力。这样的完全没有内耗的人生，外在表现必是坦率真实。他的话和他的心永远在同一个轨道上，而且是那种高速直达的，连弯儿都不带拐一下，就一路呼啸着直奔了人家的面门而去，撞得人仰马翻，他也是毫不在乎的，因为他的嘴只对他的心负责。王耿直，
王实诚或者王直求，就是此种情况下王一博得到的标签。但殊不知，这里面隐藏的就是他成功的密码，他登顶扫地僧的秘籍。就像他对小山桃，以他当时战队的状况，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是大神，但个体太过鲜明，势必会冲击群体的一致，而此时他最需要的就是一个编舞师，而恰恰是大神云集，编舞师担心自己的意志不能得到上乘的贯彻，结果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会给你话语权。就像他直言希望一星书，虽然大多数人都说这小子太直球了，但静下来又不得不佩服他的真实，不虚伪，希望对手输，这不是每一个参赛者内心里最真切的想法吗？但像他这么直确确的抖露出来，只是因为我们缺乏勇气罢了。就像他13岁，一眼入了街舞，他的世界里就只有那肆意摇摆的身体，而全然不顾及少小离家异国求学的艰难。就像他被陈情2句门外，他的眼里心里就只属于那个清冷深情的蓝忘机，而看不见别人讥笑的脸和不屑的话，而义无反顾登门3试。就像他驰援河南，救护家乡，却被网上喷得体无完肤，连央视6公主都看不下去，而替他仗义直言，可他却没有为自己辩护一句，而是抓紧难得的闲暇时间，骑个小单车逛了一下午的滑板店。他的思路很简单，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就好，其他的与我何干？就像面对一个对别人也许是尴尬又很残酷的问题，如果你不红了怎么办？他的回答一贯的很义薄，其实我一直在为不红的那天做心理准备，可能会去开个店卖摩托车，也有可能会去办个舞蹈培训班，一直跳到我不能跳的那天。就像他所有频出的金句都是如此。他的世界如水晶般澄澈清明，他的世界如云海样纯净温暖，他的人生没有羁绊缠绕，没有犹疑彷徨，有的只是界限分明的两极，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喜欢的事情要做到极致，而对于不喜欢的，没做过不喜欢的事，因为都拒绝了。这样的坦率真实，让他将全副精力投身于他所喜欢的事，而能打出全垒打。人行于世，成功如炬。王一博对自身的精准的认知定位，直接决定了他对事物本质的判断与抓取，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裹足不前。这才会造就今日之王一博的辉煌，成就他内娱扫地僧的高度。业务能力是别人拿不走的资本。电影《教父》曾经有句经典台词：1秒钟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一辈子都看不透事物本质的人，他们的命运必定是截然不同的。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